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说，邪气阴入，与正气相搏，结于肋下，正邪纷争，往来寒热。这句话就很好的说明了，我们生病的过程其实就是身体内的阳气和邪气打架的过程，阳气打胜了，我们的病就好了，反之，我们的病就会日益加重。这里所谓的邪气，泛指各种致病因素，包括六淫、饮食失宜、七情内伤、劳逸损伤、外伤等，也包括机体内部继发产生的病理代谢产物，如淤血、宿食、水湿等，具有伤害阳气、引起疾病的破坏作用，即所谓的邪气发病。在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，阳气与邪气这两种力量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在其相互斗争的过程中，客观上存在着力量对比的消长盛衰变化，并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。即邪气增长而亢盛，经过斗争，邪盛阳虚，则阳气必然虚损而衰退；阳气增长而旺盛，经过斗争，阳盛邪退，则邪气必然消退而衰减。因此，正邪的斗争及其在斗争中邪正双方力量的盛衰变化，不仅关系着疾病的发生和发展，影响着病机、病症的虚实变化，而且直接影响着疾病的转归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，也就是阳气与邪气斗争及其盛衰变化的过程。事实上，阳气与邪气相斗争的过程，也像国家之间的打仗一样。一个国家要想抵御住外敌的入侵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强大自己的国防军，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。人体也是这样，如果各方面系统功能正常，阳气充足，病邪是不可能侵犯你的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中所说的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现代社会生活工作压力大，过劳死现象也越来越常见。过劳死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超过劳动强度而致死，是指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，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，体内疲劳淤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，使血压升高，动脉硬化加剧，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。事实上，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，而其根本原因无非就是阳气提前消耗完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男人会逐步走向衰弱，腰酸膝痛、失眠多梦、体力不支、精神不振，这些警讯常常被自诩强壮的男人当成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。很多男性认为疲劳只是体力消耗过度的结果，休息一下就万事大吉了。按中医的道理来说，男性疲劳的真正原因是阳气亏损。男子的阳气亏损除因先天不足者外，还有其他原因。这是因为男性乃阳刚之体，脏腑功能强盛，消耗自然很大。男性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成就动机很强，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，甚至晚上睡觉脑子仍在运转，为了事业情愿付出一切。由于大气、水源、食物的污染形成的有害物质进入人体积累起来，易损伤肾之阳气。由于承受过重工作压力、家庭负担造成的阳气亏损，使得男性患某些疾病的概率高于女性。男性为了工作要四处奔忙，生活起居不规律，时常参加各种应酬，往往吸烟、酗酒、嗜饮浓茶过量。男子长期阳气亏损，意味着根基不固，会导致体质虚弱，周身血脉运行不畅，脏腑功能减弱，免疫力下降，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减弱，各种致病因素缓慢积累，必然引起体质进一步下降。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过劳死也不是突然之间就会出现的现象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、警惕，及时采取措施，防止过劳死的悲剧再次出现。面对日益加剧的过劳死危机，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引起重视，平时注意保健，有问题及时就医，这样才能预防悲剧的发生。预防过劳死的根本之道在于从源头上减负，避免在疲劳极限之下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。责任在肩，不得不挑。但是事业、任务、担子是无限的，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人的精力、能力、体力是有限的，以有限去搏无限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，疲劳而死不光荣，量力而行也不可耻。
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如果连自己都不珍惜，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再次，要对脑力疲劳引起重视，它对人的伤害其实比体力疲劳大。人的大脑在思维、记忆、创作、想象的过程中高速运转，紧张工作，其对氧气和多种营养物质的消耗是非常可观的。与体力疲劳不同的是，脑力疲劳不易察觉，也不容易控制。疲劳不疲劳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意志顽强的人常常不在乎脑疲劳发出的信号，而把那些信号当成暂时的、偶然的不适。其实，因为超负荷用脑而导致的脑缺氧、脑缺血、脑缺营养，已经使人濒临死亡边缘。过劳死的教训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，人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，人们也高估了人的强壮。毕竟人的身体对于疲劳的承受能力也是有极限的，超越了极限，再强壮的身体也抵抗不了死亡的威胁。现在患心脏病的人越来越多。心脏病是心脏疾病的总称，包括风湿性心脏病、先天性心脏病、高血压性心脏病、冠心病、心肌炎等各种心脏病。在五脏中，心处于最高位，但它上面还有个阳气，一个人如果阳气尽了，心脏也就要快停止跳动了。因此，一个人患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阳气不足了，治疗的时候应从固摄阳气入手。一般来说，患者都选择进行心脏移植手术，接受这种手术的患者能够将寿命延长10几年甚至更长，这是因为被移植的心脏是人类的心脏，能够与肾气相交通，达到心神相交。而且，新移植的心脏是健康的，肾并不需要提供大量的肾气去补充虚弱的心气，从而使较虚弱的肾脏功能得以恢复。在心脏移植手术以后，如果患者能够服用中医驱邪扶正的药物来恢复元气，排异反应也会很快消除。因此，治疗心脏病，只要从疏通经脉、恢复元气入手，再加上使用驱邪扶正的药物，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固摄阳气呢？加强对心经的锻炼，让心肾相交。所谓心肾相交，就是要让心火与肾水相交，阴阳调和。但是心在上为火，容易往上飘，而肾在下为水，容易向下走。这样心肾不相交，心火会让人一直很精神，处于兴奋状态，睡不着，这就是失眠。心经在午时当令，也就是上午11点到13点这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是上下午更替，阳气与阴气的转换点。所以说，中午吃完饭后要午睡一会儿，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这样对身体才有好处。此外，现代人身体内普遍寒湿重，这也是诱发心脏病的一个原因。我们只要给身体升温，让血液流动起来，很快就能减轻心脏的负荷，消除各种不适。在现代社会，未老先衰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，这不仅影响生活质量，而且直接导致了寿命的缩短。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阳气消耗的过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人体就好比一个阳气库，里面的阳气支撑着生命的延续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库里的阳气在不断的消耗、减少，等到阳气耗完，生命也就终结了。事实上，我们的任何一个举动，例如读书、走路等，都在消耗阳气。但是大多数人都在透支自己的阳气，比如吸烟、酗酒等，都是对阳气的过度消耗。正是这样的阳气消耗，缩短了人类的寿命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们的生活看似多姿多彩，其实总结起来只有2个字：忙碌。事实上，这种忙碌不仅包括工作，还包括娱乐。恰当的娱乐是一种对身体的调节，但不恰当的娱乐依然是一种阳气的消耗。比如白领对着电脑工作一天，晚上回去还要玩电脑游戏，或本身就是运动员，经过一天的训练，晚上还要跑去跳舞等，都是一种阳气的消耗。另外，快节奏的生活容易让人产生不良的情绪，比如失望、消沉、沮丧、嫉妒、焦虑、忧愁、悲痛、烦躁、愤怒等。
这本身就是一种阳气的自我损耗，因而也是寿命的损耗。还有各种慢性病，如肾炎、肝炎、胃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，既是阳气损耗的结果，也是损耗更多阳气的原因。再加上来自家庭方面的因素，比如长期纵欲，使肾精亏损、阳气虚弱等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人体的阳气库不只是往外输出阳气，还可以往里补充阳气，比如脑力劳动者工作累了，运动一下，补充一些身体缺少的营养。睡眠本身就是一种阳气的补充。总之，寿命的长短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，除了先天禀赋的强弱之外，还与后天给养、居住条件、社会制度、经济状况、医疗卫生条件、环境、气候、体力劳动、个人卫生等多种因素有关。一个人要想活到天年，必须从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加强注意，减少阳气损耗，增加阳气补充。中医认为，与怀孕息息相关的脏腑是肾脏。肾中储存有构成生命根源的基本物质，通常被称为精或者是肾精，相当于一般人认为的卵子及精子，遗传基因介导的质。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不容易怀孕。另外，如果月经不调或出现经前症候群的症状，也容易导致不孕。故而中医将不孕症划分为肾阳虚所致的易受凉型不孕症、肾阴虚所致的易头晕型不孕症、肝郁气滞所致的月经不调型不孕症。易受凉型不孕症是肾弱体质，不适当的性生活会让肾精和阳气不足，子宫不能得到足够的温暖。此类不孕症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身体容易发冷、没有精神，夜里起床上厕所很多次，还会感到目眩、耳鸣、性欲减退等症状。月经周期往往有偏长的倾向，经血的量偏少，甚至有停经的可能。治疗此类不孕症，应在注意身体保暖的同时补充肾精，并通过治疗恢复元气。命门穴和气海穴是可温暖子宫的穴道，用灸灌加温刺激效果更佳。另可配合能促进肾功能的肾俞穴一起刺激。此外，下面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治疗不孕的偏方，不妨一试。